露冰花，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想妈妈。真棒，真好听。真的吗？眼光可真好。下个月我们学校有个唱歌比赛，到时候我要一鸣惊人，拿个第1名，我就成大明星啦。大明星？就是电视机上闪闪发光的人，普通老百姓见不到的人。哦，那我也要做大明星，这样就能见到你了。你不行。哎，我真的能拿第1名吗？能，你就是第1名。我们建一个葡萄树，啊西啊西哈哈在笑它。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就是今天，好紧张。在这儿等我好吗？等我给你拿个大奖杯回来，好不好？你就是第1名。记得等我哦，拜拜。大明星回来啦！你拿第1名了吗？我就是第1名。那大奖杯呢？太沉了，抱不动，换了2个这个。这个好，我要巧克力味的。好吃吗？比奖杯好多了，奖杯又不能吃。走，回家。那你现在是大明星了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不想当大明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了大明星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呀。哦，那就算了吧。我就感个冒，这又抽血又 CT 又化验的，你这干什么？你都是全身检查还？哎，以防万一嘛。你呀，就恨不得我查出点什么毛病来。哎，你怎么老把我想的这么恶劣呢？你这比我想象当中的更恶劣。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来找什么人来了？不是，我是真心为了你。你可拉倒吧！你给我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找鄂姐？那不对呀，鄂姐姐不是在家里煲鸡汤呢吗？曹玲，陆晨，妈妈，林姐好。杨阿姨，嗨，安姐，哎，今天怎么就你自己啊？哦，他俩都请假了哈，赶一块儿了。说实话，我真挺羡慕你们的，在职场啊很难交到朋友，尤其像你们关系这么好的。可能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吧，都把自己封起来，只拿同事当同事，肯定交不到。看来我得赶紧先把自己拆出来。哼，那个曹玲，她是不是结婚了呀？不会都有孩子了吧？你听谁说的呀？早上我跟华总一个电梯，他就随口问了一句，我就觉得很奇怪哈，从来没听曹玲提起过。华总又听谁说的呀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没细问，他也没说。太扯了吧！我俩天天在一块儿，他要是结婚生子了，我能不知道？不可能。哎，他前段时间还跑去相亲了呢。那有没有可能是离婚了？再有个孩子？
不可能了。海英姐，这事你信我的啊，我拿人格担保，绝不可能。你别激动，这年头离婚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很正常。问题是人家压根就没有结过婚，你说这要传出去了，他以后怎么找对象啊？行了行了啊，这事儿当我没问，你别放在心上。还有，千万别告诉曹玲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干了这么多年人事，确实见过不少隐婚的，还有很多说自己没孩子的，尤其是孩子还小的，我都理解。没办法呀，这女人在职场这么被动，就是因为家庭问题。好像这个孩子和婚姻都是女人一个人的事儿，跟男人没半毛钱关系。你要想被重用，要想有更好的发展，最好是孤家寡人。要不是，那就装呗。做女人啊，可真不容易。阿姨您好，您气色看起来不错，应该恢复的挺好的吧？我是林姐的朋友，您叫我安安就好。彤彤叫人了没啊？杨阿姨，乖，去打个招呼。哥哥，彤彤，我不是哥哥，来叫叔叔。哥哥，你长得真好看。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？彤彤，你过来。彤彤，叫什么都行，你喜欢就好。林姐，我是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，就什么都没准备。这样吧，我带彤彤出去转转，你们好好聊。你千万别买东西，阿姨这呀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缺。你别带他出去了，怪累的。不累，彤彤想不想跟跟叔叔出去玩啊？好，哥哥走。玲，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，搞不好真是偶遇呢。青宁这么多医院，怎么可能会这么巧？那，要不然就他跟踪我。这更不可能，他来的比我还早。这2天他一直在给我发信息，说了好几次要来医院，我都没接话。没想到啊，还真让他给找着了。你也别怪他了，他这么费尽心思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？不是，主要他自己来也就算了，还带个马乐。不过你放心，如果他俩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就……他不会的，只要你不让，打死小鹿也不会说。你不知道他有多怕你吗？连我都看出来了，他的眼里啊，全都是你。喂，等会儿，跑哪儿去？这不到处找你。哎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彤彤，大伯好。叫叔叔，叫叔叔。哎，我说的大伯，你不在那待，你跑这儿干什么呀？这不找你来了吗？回房间赶紧的。哎，我跟你说这多大的缘分呢，不能辜负老天爷的好意，知道吗？我这机会必须得抓住。哎呦，大伯果然不同寻常，都叫妈妈，你是忘了还是没听到？我听到了，他说没有老公嘛，那怕什么？这都不碍事儿。好样的，我真是越来越爱你了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你开车先回去，我得住院啊。什么？医生说呀，我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我就是感觉，哎呀，我自己不太舒服，我想留院观察几天。精神科看了吗？不说公司一堆事儿吗？你小小一感冒，你住人家床位，好意思吗你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？不能小小感冒。那我觉得你说的这不挺有道理吗？你就听话，别在这丢人现眼啊！哎，你别拉我！哎，疼！哎呀，这个小鹿啊，确实挺招人喜欢的。你看彤彤，再看看我，哎呦，老少通吃嘛。没想到阿姨您还挺有少女心的。所以啊，咱更要保持清醒，
千万不能被表象所迷惑。哎妈，您别说了，歇会儿。你们这个年纪交男朋友啊，不能只是谈恋爱，谈个几年下来才发现不合适再分手。哟，年轻人折腾得起，但是你们这一折腾就40了，什么机会都没了。哎呦，天天跟我说不用当回事儿。什么？什么不能当回事儿？没事，阿姨，您继续说，我肯定当回事儿。说白了，就得找个能立马结婚的，三观、经济条件还有性格，其他的可以慢慢培养嘛。这婚姻啊，是要过一辈子，在一起过日子的，爱不爱的，只是一时的。你看他，当初啊死活不听劝，结果现在就成这样了。现在这样不也挺好吗？还有个彤彤这么可爱的女儿。可我也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心疼。所以啊，咱不能明知故犯。那个小洛喜欢你是他的事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。哎妈，来吃橘子。听到没呀？啊，哎，他和陆正安已经……你要是不相信啊，你回去问问你爸爸妈妈，天底下做父母的都一样。我现在啊，什么都不求了，我只希望他能找一个踏实可靠、人好的，最重要的是对彤彤好。人傻一点都没关系，这傻呀脾气好，平时啊就乐呵呵的。哎，阿姨，哎呀，我来了，哎呀，阿姨好。阿姨呀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呀是陆正安的老板，陆正安呢是林阳的弟弟，林阳呢又是曹玲的好朋友，所以说我就等于跟曹玲也是好朋友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看这来的匆忙啊，就简单买了一点吃的喝的，还有还有孩子用的。你干嘛呀？不用了，你拿回去吧。这自己人，你客气什么？那买都买了，这也退不了了。这你多大了？做什么工作的？结婚了吧？行行行，东西呢我收了啊，你们赶紧回去吧。谢谢啊。那行，阿姨您就好好休养啊啊。彤彤，跟叔叔们说再见。这好干仗的。哎呦。大伯再见，哥哥再见。两个都叫叔叔。彤彤，不许没礼貌。阿姨，这不怨孩子，我长得呢有点着急，我属于那种成熟稳重型的。那我们就先走了哈。那你先走吧，我不送你了。那个我呀，我最近有点不太舒服，我就在隔壁，我又要了个房间，然后有什么事呢，您随时喊我，我就随叫随到。哎呦，这么巧啊！那以后常走动走动。妈，你看咱娘俩呀，没事可以相互照应啊，然后可以相互解解闷什么的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这小马可真有心。那这样啊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办那个住院手续啊。好，别闹了，现在立刻马上走。谁的主意？他非说自己有病，非要住院。那不是你非得拉我来这家医院的吗？非说我有病啊？我不拉你来，你能遇上林姐？那来这也不是因为这事儿，这不阴差阳错吗？忘恩负义，你真是。你是不是喜欢我们玲儿？我。他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，你们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，别给他添乱了？我来没想添乱，我这不是想帮忙吗？有你这么帮忙的吗？他不愿意，你没看出来吗？你才见过他几次啊？一见面就又是要照顾他妈，又是要照顾他孩子的，吓不吓人啊你？还有你怎么找到这家医院来的？之前去过2次林姐家，老人和孩子同时出事，肯定会去就近的医院，还得是综合性的大医院，能用社保卡的就排查一下。
可以啊，你啊。你怎么不进调查局呢？搞音乐多屈才啊！我也是关心则乱，没考虑的那么周到。这还不周到吗？你信息也发了，电话也打了，人家不告诉你，那就是不想让你知道。你倒好，一声不吭，直接找上门来。有你这么关心人的吗？我就是试试，没想到真的能遇到。是没准备好，这不准备的挺好的吗？承认了吧？你自己来也就算了，你还带个他。算，下不为例。还有，曹玲有孩子的事情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如果你们要是告诉别人，特别是瑞叶的人，为什么呀？那为什么怕别人知道啊？没有为什么。有孩子怎么了？再说那孩子一天天长大，那能瞒得住吗？孩子他是个活人，他也不是块胎记呀。我觉得吧，这么做对孩子还有对他自己都不公平。单亲妈妈不丢人，丢人的是那个不负责任的渣男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我们毕竟不是当事人。我请你们两个不要再一厢情愿地替别人着想了。你要是真想追他，我请你先学会尊重他。哎，你别跟着我了，我要回公司了。你别生气了，你知道我没有恶意的。刚刚那句话，我希望你能听进去。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有的时候真的会让我觉得喘不过气。我不是不尊重你，我只是觉得林姐是你朋友，那也是我朋友。我希望咱俩不光是感情上、工作上，在生活上也能有那么一点交集。谈个恋爱，为什么要把所有人、所有事儿都掺和在一起？就不能给我留点个人空间吗？你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，我不会问，所以也请你不要再干涉我，可以吗？行。曹玲，她是不是结婚了呀？那有没有可能是离婚了，但有个孩子？其实，我觉得有个孩子也挺好的。小孩子谈起恋爱来就是花样多啊，但作为成年人，必须要保持理智，不能被一时的激情冲昏头脑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想看人呢。啊，网上一个搞笑视频。爱情这种东西呢，是奢侈品，不是生活必需品，不能因为你有了，就要求每个人都得有。至少对我来说，有没有爱情，跟幸不幸福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干什么你？谁呀你？有病啊！你肖哲吧？哟，认识我呀？曹林朋友啊？你来这儿干嘛？我能干嘛？我找他呀，电话打不通，家里没人，就到公司来找一找了。他请假了，彤彤和他妈都住院了。他在不在？我自己找，用不着你。你听不懂我说什么是吗？我说你女儿住院了。
我也没办法，他不让我见孩子，我又没钱。你果然不是个人。当初他真是瞎了眼了，能跟你这样的混蛋在一起。我跟他离婚的时候，我净身出户，房子车子我都给他了，我混蛋，我够意思了我。你要滚就滚得彻底点儿。你现在回来干什么？我也是没办法，现在生意不好做，我就是想借点钱，周转一下。借钱？他现在什么都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帮衬一下也是应该的吧？不止一次了吧？你怎么想的？你怎么有脸开得了口啊？但凡有别的办法，我也用不着找他。不是，我也是好面子的人，那面子能当饭吃吗？你说是不是？要多少？不多，2万，我有了一定还你。手机号给我，钱我将要给你转过去，但是你必须要向我保证，以后不要再骚扰曹玲，不要再来找他，不要再来公司。行，没问题。赶紧滚！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得嘞。哎，我是真没想到曹林身边还有你这好朋友。少废话，滚！行，谢谢。你就把微信号就给我呗，手机号也行。代言费到账了没？到一半了。把我那部分拿过来，越快越好。啊？你有这么多钱干嘛呀？管不着。那这样啊，我给你钱，你给我曹玲的联系方式，咱俩一手交钱，一手交号。你想得美，有本事自己要去。我要是真有本事，我还用得着求着你一路吗？干嘛？哎，我还没造表啊！你真嗨，姐姐们好。假设你们30刚出头，经济独立，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，有思想、有主见、有能力，但你们还想要什么？什么都不用了。难道就不想要一个爱你、懂你、陪伴你的男朋友？还好吧，你说的那种女人，她不需要男朋友。那好，换个问法，什么样的男人才能打动这种女人？成熟稳重的，阳光开朗的，温柔细腻的，还是玩世不恭坏坏的？是他一个朋友在追这样一个女人。首先啊，长得要帅，对，这个很关键。这个有过。少说多做，要务实，别整虚的。99朵玫瑰花不如大姨妈时候的一杯红糖水，100句我爱你啊，都抵不过大雨中的一把伞。虽然女人天生就有母性，但真别把自己当儿子。她虽然不需要你的照顾，但绝不代表她愿意给一个没有血缘关系还随时可能变心的人当妈。最后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懂得分寸，把握距离，该进进，该退退，该消失的时候一定不能出现。别一天到晚陪伴的，人烦的时候就想一个人待着，让他知道，当他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随时都在他身边。够了，一个人惯了。没事就觉得，有事的时候拿着家伙就朝前冲，就像惯性似的。没错，越是亲近的人，越能感受到那种距离感。但他不是不爱你，只是一时半会儿脱不下那身好不容易才穿上的盔甲。亲近的时候可能会硌得你很疼，但没办法，你要真爱他，就得给他时间，让他慢慢学会依赖你，慢慢习惯身边有你。好，说得好。真不是他，是他一个朋友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临时代入一下吗？带得好啊，带得好。
那个大姐，如果那个女人要是有个4岁的孩子呢？这真不巧，我也有这样一个朋友。躲这儿干嘛呢？没有啊，来了也不告我一声。身体怎么样？扛得住吗？嗯，好多了。那个，下班一起吃个饭吧。曹主任，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打算告诉我？你都躲我1天了。我没躲你。曹主任的事你听谁说的呀？公司那些人说话不能信，他们就爱乱嚼舌根，而且还越传越离谱。所以我没有直接问曹宁，我先来问你啊。我就要你一句话。我也不知道，咱俩知道的是一样的。你想吃什么？要不要点酸菜鱼？他们家招牌。不吃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等等我。哎，你等等我。姚丹，哎，等等我。你干什么你？有意思吗？啊，装的一个个有意思吗？本来我还不信，今天一看你的反应，我全明白了。陆然说的没错，你这个人越心虚，嗓门越大。不是，不想让我知道，就麻烦你装的像一点，别让我看出来啊！当我傻子吗？我也不想，但这毕竟不是我的事儿。是不是你的事儿？那谁让我这么把你当回事儿呢？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能不能别整的跟三角恋一样啊？女人跟女人本来就像谈恋爱，你不知道吗？最不能忍的就是欺骗。结果倒好，我把你们当闺蜜，你们却把我当同事。哎，没错，擒贼先擒王。那这王到底是他女儿啊，还是他妈呀？哎，你去哪儿？头盔！来，再送你一壶。谢谢。又一个人啊？嗯。又吵架了？他上次也是一个人来的。什么时候？挺早之前的了，就被你扫地出门那次。他一个人拖着行李箱，在这儿喝了一宿，看上去可痛苦了，好像还偷偷哭了呢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小两口嘛，床头吵，床尾和，是不是？过2天就好了啊，越吵越亲。
干嘛呢？回家了吗？没有，你呢？我也没有。今天要加班，可能会晚一点，别担心。好。对不起，今天是我不好，不该冲你发脾气。没关系，是我有错在先。你不需要跟我道歉，你只要接受我的道歉就行了。能原谅我吗？无论你做错什么，我都会原谅你。谢谢。好好工作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好。没有喝这么多酒啊！哎，酒精赶紧散。赶紧散，赶紧散，赶紧散。散，酒精快散吧。梁，我知道你找份工作不容易，要面子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，我也理解。但是为什么不能让姚丹知道啊？我们3个人关系这么好，他是真心拿你当朋友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你为什么要瞒着他呀？我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为什么所有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来扛呢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说的就是你。你说当初那混蛋找你，你不吭声。姚丹现在误会你了，你还是不吭声。当初你劝我谈恋爱的时候，不挺头头是道的吗？怎么到自己身上就狗屁不通了呢？重新开始不是一句空话。你要把心打开，把油加满了，迈开步子大步往前冲，你怕什么呀？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，算我求你了，不要再躲在自己的悲惨世界里孤芳自赏了。都这把年纪了，谁还没点过去，没点伤啊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喂，妈，你们这2天干嘛呢？怎么老不接电话呀？你打的不是时候吗？不是去外面溜达了，就是去串门了。我们都挺好的，没什么事。真的？你骗我？这孩子，骗你干嘛？以后你有事就给妈妈打手机，保证秒接。那就行。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你们了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工作上还是感情？妈，知道了。
什么事都没有，好得很。你们也要好好的，等我回家。你也是，什么工作、感情的都无所谓，身体最重要，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，听见没？听见了。早点睡吧，我们也想你。挂了。你怎么坐在这儿？没带钥匙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没带钥匙啊？我看家里没亮灯，就是来转转，等等你。我看家里没亮灯，就出来坐着，等等你。是想出来散散酒吧？有那么大味儿吗？完了，被发现了。你就别装了，回家吧。走吧。慢点。那我是不是快死了？所以你那些没说的、没做的就抓紧吧。到了今天才发现，从来都不是你离不开我，是我不能没有你。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消气？当姐姐。你是不是傻呀？拿刀去砍那个混蛋呀，砍自己算什么？虽然曹主任失败了，但我还是那句话，姐弟恋本身没毛病，有毛病的是人。我总是沉浸在姐弟恋的不安全感里，却忘了他也一样有压力。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睡啊？想好了吧？一段过往，旧时光会遗忘，总有人一直收藏。这一路的感伤，都有你陪伴在身旁。一路星光，历经一段漂泊，却只为一束烟火。旅途多有颠簸，才能够解开枷锁。爱得多，痛得多，却不甘落寞。我们都将挥别所有的错。愿你朝阳日落，都会有新的收获。迷途终将解脱，爱意也不再轻薄。深爱过，别多说，未来好好过，这次别再错过。